眼见一击奏效，楚风的嘴角露出了笑容，这是他与江元泰交手以来第一次露出这样的笑容，而在江元泰眼中，这抹笑容便等于是对自己的嘲讽。哼！江元泰明显不服，冷哼一声，枪阵再度形成，再度将楚风笼罩其中。可是这一次，江元泰的枪阵竟奈何不得楚风，因为楚风这一次不再防守，而是以攻为守，并且可以说每一剑刺出皆是出其不意，反而很快。原本是攻方的江元泰成为了防守的一方。难道说楚风他看到这一幕，道海仙姑以及怨神婆婆等人皆是瞪圆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切。这小鬼竟然在破阵，而江太白等单道仙宗之人眼中可就涌现出了一抹不安。楚风的攻击方式变了，不再是被动的防守，而是有明确目标性的进攻。若只是偶尔巧合也就算了，可是他的每一招每一式都刚好克制了江元泰。他的确是领悟了破解江元泰这枪阵的方法。可是这三魂霸王枪乃是江元泰花费足足60年时间所修炼的手段，这楚风怎么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悟的破解之法？只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楚风与江元泰是同一种人，楚风他从小习剑，且修炼了极为厉害的剑法，他之前一直隐藏，此时被逼入绝境，才施展出了这种剑法。虽然每招每式都出其不意，可连在一起却又极为合理，这不是简单剑法，是非常高深的剑法。但若真的掌握这种剑法，为何不在第一次暴露实力时就直接展现？那个时候攻其不备，再配上如此强大的剑法，更容易将江元泰所击败，所以便有可能是第二种可能。而第二种可能便是他天赋极其利奥的，利奥得到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破解他人花费60年虽修炼的枪法。这不是楚风花费多年修炼而来的剑法，而是他在绝境之中自己所领悟而来的剑法。而经过之前的对决表现，在江太白等人眼中，无论怎么看，楚风都像是第二种。难道说这个来自东域的小辈天赋竟真的达到了这种可怕的地步？江太白再度看向楚风，眼中已没有丝毫轻蔑，而是充满了警惕，甚至有着一抹恐惧。那种眼神就像是一头成年野狼看到了一只幼年猛虎。虽然这幼年猛虎如今在他眼中就如同盘中之餐，可以轻易杀死，但他很清楚，若是这让这猛虎幼崽长成，那么他在其面前连一战之力都是没有。太不可思议了，楚风小友竟然悟得了破解那枪法的剑法。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姐妹俩激动不已，若是寻常的枪法也就算了，可如此厉害的枪法，楚风也能破解，这当真是闻所未闻。不仅要有极为丰富的战斗经验，还要有极高的悟性以及超乎常人的思维，至少正常人甚至正常天才绝对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领悟出如此高超的剑法。之所以说是剑法，是他们看得出来楚风的战斗方式完全变了，这是一套崭新的剑法，是在被逼入绝境之后，楚风自行领悟而出。这剑法极为精妙，以攻为守，不仅仅是对战江元泰的枪法，以后就算对战任何人，他这剑法都将是极为利奥德的手段。哼！然而江元泰冷哼一声，随后枪法竟然变得更快也更强。这一次楚风真的跟不上了，哪怕楚风的剑法再精妙，可因为力道与速度都落入了绝对的下风，他根本不是江元泰的对手。技巧在绝对的力量之前就会丧失战力，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有人的战力达到了这种地步？是服用了禁药吗？可并没有禁药的痕迹。难道这江元泰真的强大至此？而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眼见着已经领悟出如此剑法的楚风竟再度被压制，道海仙姑等人目露绝望。楚风的表现已经登峰造极，他们都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小辈能展现出如此高超的交战水平。只是奈何这江元泰实在太强，强的简直不讲道理。这种情况下，楚风也是无可奈何。终于一个稍有不慎，那长枪直接洞穿了楚风的左肩，而这一枪可不再是皮肉伤，连楚风的灵魂也一同被洞穿。可这只是一个开始，一枪之后紧接着又是一枪，几乎枪枪见血。只见鲜血喷涌之际，只是转眼间楚风的身上便被洞穿了诸多个血窟窿。这种情况下，楚风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之力，只能挨打而无法反击，甚至无法防御和躲避。元泰少爷，手下留情，此子对我有大用，莫可杀他。眼见形势不妙，司马相图竟然开口求情。当然他不是真的要帮楚风，只是他希望楚风能够为自己所用罢了。不过对于司马相图的话，江元泰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手中的长枪依旧毫不留情。被楚风逼到这种地步，他早就怒火中烧，如今既然已然取胜，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楚风。于是在其长枪舞动之下，手臂、大腿、腰部、胸口、脖颈皆是不断被他手中的长枪洞穿。眼下的楚风俨然成为了一个血人。哥，点到为止吧。就在此时，又有一道求情的声音响起，此人的开口倒是令人意外，因为此人乃是江空平。江空平之前被楚风挟持，甚至还当众被楚风伤害。哪怕江元泰对楚风的恨，其实也有一部分是源自于他被楚风挟持。按理来说，他没道理为楚风求情才是，可偏偏他真的开口了，而他的开口竟真的有用。只见江空平一枪刺出之后，便没有再继续出手，只是这一枪却是洞穿了楚风的脑袋，由右眼刺入，自后脑勺穿出，硬生生的将整个脑袋洞穿。而楚风的身躯也是随着长枪的颤动不断摇晃。至于江元泰，则是将目光扫向众人，那自负且得意的目光，就好像是楚风是他的战利品一样，由他炫耀。这混账！看着这一幕，王玉贤恼羞成怒，若不是被道海仙姑阻拦，必要狠狠地咒骂江元泰一番。忽然，江元泰长枪挥动，直接将楚风从高空之上甩到了地面之上。强大的冲击力
在地表之上也是撞出了一道宛如深谷般的超级巨坑，而楚风更是宛如一滩肉泥一般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可哪怕如此，江元泰也并未放过楚风，他从高空飞落而下，用手中长枪指向楚风的同时，一只脚也踩在了楚风的身上。这个动作正是预言中楚风所对他做出的动作。楚风，你也不过如此，机会我给过你了，只是你实在不中用。本来你的那些师尊朋友可以因你而逃过一劫，但因为你的没用，他们现在都只能与你一样等死。说完这番话之后，江元泰这才罢手，可在其转身离去之际，却是仰天大笑起来。所谓预言不过如此，预言之人已被本少爷击败，我倒是要看看这东域还有谁能阻我单道仙宗。他的这番话是说给在场所有人听的，他的这番话是如此的狂妄，可偏偏无人敢反驳，因为在场的九魂天河之人无一例外皆是等死的阶下囚，他们无力反驳。忽然楚风的身躯漂浮了起来，是司马相图，隔空将抓到了身旁。原来还有意识，怎么吭都不吭一声，是因为战败而受挫了吗？看着浑身是血血肉模糊的楚风，司马相图发出了一声讽刺的笑声，随后大袖一挥，楚风竟直接跌落到了牛鼻子老道的怀中。诸葛元空，看到了吗？纵使你这弟子天赋如此惊艳，堪称东域第一天才，可面对这浩瀚修武界最顶尖的天才，却也是败得如此彻底。而你也是一样，身为曾经圣光天河的最强界灵师，你当初是何等风光，可现在却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的弟子遭受如此折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们啊，还是太弱了。司马相图面带微笑，说着这番讽刺的话语，而牛鼻子老道没理他，只是释放出结界之力，开始为楚风疗伤。还有治疗的必要吗？反正都是将死之人。司马相图说道，人终有一死，你又何必活着？牛鼻子抬头看了一眼司马相图，看到牛鼻子这样的表情，司马相图的脸色立刻变得不悦。他最不爽的就是这一点，当初他弱于牛鼻子的时候倒也罢了，明明现在他已然超越牛鼻子，甚至已经超越了太多太多。牛鼻子在他面前已是如此弱小，可偏偏他在牛鼻子的脸上从未看到过一丝恐惧，甚至连刮目相看都没有过。无论他怎样折磨牛鼻子，可在牛鼻子的眼中，他仿佛仍然是那个不入流的人。人的确终有一死，只是我可活的岁月无法估量，而你们师徒则是命不久矣。司马相图冷哼一声，随后大袖一挥，便将楚风、牛鼻子老道以及王玉贤、笑笑公主、道海仙姑等人全部关入了那牢笼之中。见此情形，这片天地鸦雀无声，无论是九魂天河那些被困在这里的修武者，还是已被奴役的九魂圣族族人，皆是面如死灰。当傀儡大军出现那一刻，他们真的觉得自己可以获救，哪怕后面傀儡大军被司马相图掌控，让他们看不到生还的希望，哪怕楚风与江元泰交战，就算楚风胜了，他们也不会的救时，他们的心里也是希望楚风赢的。至少楚风若能赢，也代表着他们东域不全是废物，也能为他们争一口气。可是现在楚风也败了，尽管楚风的强大已然让他们感到震撼，可正因如此，他们才更加绝望。楚风都已经如此强大，可却仍不是江元泰的对手，这种差距让他们心中最后一束光也为之熄灭了。所以他们皆是面如死灰，已经对生不再抱有一丝期望，已经做好了等死的准备。司马相图，你手中那兵符从何所得？就在此时，江太白再度来到司马相图身旁，目光锁定在司马相图手中的兵符之上。太白大人，这是我在妖灵族内所得，至于具体来历，我也不清楚，只知是数万年前一位神秘的大人交给妖灵族的，只是那妖灵族太过没用，无法掌握这兵符的力量，这才给了我机会。司马相图倒也没有隐瞒，如实说道，你既有这样的傀儡大军，完全可以自己掌控东域，为何还要借助我们的力量？是真的只想用我们的仙人鼎？那这仙人鼎你究竟要做什么？江太白问道。他以前根本不关心司马相图想用这仙人鼎做什么，因为在他眼里司马相图并无威胁。可当他看到如此强大的傀儡大军被司马相图掌控，当他亲眼看到楚风等人被司马相图利用，他也意识到这个司马相图这个东域之人不容小觑。尤其是联想到司马相图那可怕的天赋之后，他更加明白这司马相图需要提防。大人，我是修炼了一种特殊的功法，但因天赋有限，已久久未能突破，但也因这功法特殊，我倒是有另外的突破方法，只需将这些人全部炼化，便可为我所用。若是成功，我也可以踏入半神境。当然，因为炼制要求唯有仙人鼎这样的至宝才能做到，所以我是真的感恩大人对我的帮助。大人您放心，我答应你们的事必然会说到做到。司马相图的态度依旧谦卑，他是在表忠心。空平少爷的位置真不是你告诉楚风的？江太白问道。大人，先不说属下根本不知空平少爷在何处，就算知道，我也绝对不敢啊。司马相图赶忙解释，你若不敢那是最好，如若不然，别说你这些木头人，就算是你请来再厉害的帮手，也救不了你。江太白此话说完便转身离去，而司马相图则是始终弯腰低头，直到江太白率领单道仙宗的人彻底离开，他才敢起身抬头。当他起身那一刻，那些傀儡大军也是一同动身，瞬息之间便全部站在了他的身后。看着这对自己唯命是从的傀儡大军，司马相图的嘴角也是扬起一抹淡淡的微笑。此时在司马相图那牢笼之中，在司马相图的操作下，牛鼻子老道又被定了起来，但是好在还有道海仙姑、怨神婆婆等人在他们的治疗之下，楚风的伤势已然好转了许多，至少那满面疮痍的身躯已经恢复了正常，只是因为灵魂尚未恢复，所以楚风的脸色却很不好看。同时为了防止他们的交谈被司马相图听到，他们还在这牢笼内布置了隔绝声音的阵法。师尊，诸位前辈，
是楚风无能，伤势好转的楚风却满面羞愧。楚风，你说什么胡话呢？你已经尽力了。王玉贤赶忙安抚。与此同时，怨神婆婆、道海仙姑等人也开始安抚楚风。他们都知道，这根本怪不了楚风，你有何羞愧的？该羞愧的也是那江元泰。可谁曾想，相比于其他人，牛鼻子老道却给出了不同的安慰。师尊，你这话是何意？难道说那江元泰是用了特殊手段才能胜我？楚风问道。当然，连续提升2次战力，必是连续服用了2颗金药。牛鼻子老道说道。可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感受到丝毫金药的气息啊。道海仙姑说道。其实这句话也问出了所有人的疑问，因为他们都有人认真观察，可的确感受不到禁药的气息。丹道仙宗本就擅长炼丹，丹道仙宗具有身份的少爷也会得到极为珍贵的禁药。这种禁药的特点就是反噬作用小，并且不会被人察觉。能具有如此特征的禁药，自然也是极为难以炼制。先不说炼制的材料有多珍贵，只说炼制的过程也是极为繁琐，所以寻常的丹道仙宗之人不可能有这种丹药。丹道仙宗也从不向外售卖，自然也就无人知晓。牛鼻子老道说道。卑鄙无耻！一边说着公平交手，一边却服用禁药，简直太卑鄙了，的确卑鄙。王玉贤与笑笑公主同时咒骂起来。看着这样的王玉贤和笑笑公主，牛鼻子老道则是不由得笑了笑，旋即看向楚风。我这弟子的女人缘还是如此的好啊，这一点为师是拍马加鞭也是追不上哟。他竟调侃起王玉贤和笑笑公主。而听闻牛鼻子老道的话，王玉贤和笑笑公主也是不约而同的小脸一红，不知该说什么了，就连怒火都是减缓了不少。这个世界哪有公平啊？他所谓的公平，只是想让旁人看着公平，从而认可他的实力。实际上从一开始，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对决。他使用的枪法如此精妙，明显是花费大量时间修炼过的，是下了大功夫的。也就是我的弟子楚风，换做其他人早就败了，怎么可能在那种枪法下活下来？牛鼻子老道说道。那枪法的确不同寻常，乍一看很是普通，但到了后面以可布阵。其实仔细想想，他的速度和力道很可能也是得益于那枪法的运用，而并非他自身的战力就如此强横。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也是分析起来，若真是禁药的话，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师尊，你看这乾坤袋可有破解之法？楚风将一个乾坤袋取出，递给了牛鼻子老道。这是之前楚风从江空平身上抢来的，只是奈何他与怨神婆婆等人都没有办法解开，所以楚风便想让自己的师尊看看。虽说牛鼻子的结界之术若与道海仙姑和怨神婆婆比已是不值一提，可是他师尊却是见多识广，且掌握着一些特别的手段。就比如将4项神力融合于他体内这件事，就是寻常界灵师所做不到的。所以楚风便觉得，也许他们没有办法的事，他的师尊牛鼻子老道会有办法。这乾坤袋你是从何处的来？牛鼻子老道问道。是丹道仙宗的少爷江空平的。楚风说道。不用看，丹道仙宗少爷的乾坤袋都用了识别结界。牛鼻子老道说道。识别阵法吗？但怎么看不出来呢？听闻此话，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也是认真观察起来。他们之前就观察过了，但只看出这结界无法破之，还真没看出这是识别阵法。而所谓识别阵法，顾名思义，便是一种认主的阵法，只有主人的气息能够解开，除此之外，就只能是超出结界本身的力量，否则还真是无法可解。楚风，你打开我的乾坤袋，里面有一颗刻有星辰印记的黑色丹药，你取出服下，然后模仿江空平的气息融入乾坤袋之中，看看能否打开。牛鼻子老道再度开口。听闻此话，楚风也是赶忙照做，且果然在牛鼻子老道的乾坤袋内找到了一颗黑色丹药。楚风将这丹药取出服下，随后开始运用结界之力模仿江空平的气息，而那丹药的作用就是帮助楚风模仿他人气息的。再加上楚风结界之术本身也足够精湛，且刚好也是小辈，所以气息模仿的几乎一模一样。接下来便是验证牛鼻子老道所说是否管用了。当楚风的气息释放而出那一刻，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毕竟这将决定牛鼻子老道所言是否正确。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看似坚不可摧的结界，当楚风的气息涌入其中后，竟随之解开，那乾坤袋竟果然打开了。师尊，真的可行？打开这乾坤袋后，楚风叹道，把里面的东西都取出来，不然等一下这乾坤袋会自动关闭，若没我那丹药加持，你就算模仿其气息再像，也无法解开这乾坤袋的。牛鼻子老道说道。好。楚风也是赶忙照做，赶忙将乾坤袋里面的东西转移了出来。其实江空平这乾坤袋里面有用的东西并不多，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并且还都是给男人穿的，但是却有一个木盒，木盒看着普通，可当木盒打开之后，里面则是躺卧着3颗丹药。这3颗丹药非常小，只有小指甲那么大，分别是白色、灰色、蓝色。师尊，这就是江元泰所服用的禁药吧？楚风一眼就能看出这是禁药，但却是非同一般的禁药，好厉害的禁药，应该就是这个了。楚风师弟，你这位师尊还真是见多识广啊。当确定这3颗丹药的厉害之后，道海仙姑与怨神婆婆再度看向牛鼻子老道，也是开始刮目相看。他们都是自负之人，原本其实并没有将牛鼻子老道放在眼里，给予尊重，也只是因为牛鼻子老道是楚风的师尊罢了。可现在他们才意识到，牛鼻子老道当真见多识广。别看牛鼻子老道说的轻描淡写，但实际上这可不是人尽皆知的事，这可以说得上是秘密，是丹道仙宗的秘密。能知晓这些秘密，便已然说明了牛鼻子老道的不凡。前辈，解开隔音结界，让我和司马相图说话，我要出去再找那江元泰打一次。楚风对怨神婆婆说道。没用的，就算你能赢他，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牛鼻子老道说道。
师尊，弟子想再试一试，就算希望渺茫，可也应该搏一搏。楚风也知道，就算赢了，对方也未必会放过他们。可是这也眼下楚风能想到的唯一机会了，与其没有意义的搏斗，还不如想办法逃出去。若能找到帮手，就回来救我们；若是找不到帮手，你也就不要回来了。牛鼻子老道对楚风说道：“帮手吗？若非要找，只能向圣谷或者卧龙武宗求助了。”楚风说道：“卧龙武宗？你什么时候和卧龙武宗有了关系？你成功进去了，可我好像还没告诉你那阵法的位置啊。”可听闻此话，牛鼻子老道却是有些诧异的看向楚风：“师尊，您说什么呢？不是您叫你朋友将那封写着卧龙武宗位置的信函交给我的吗？”楚风问道。“我朋友？我哪个朋友？”牛鼻子老道问道。“就是张英雄的师尊啊。”楚风说道。“张英雄是谁？”牛鼻子老道问道。“师尊，难道你不认得他们？”楚风也是脸色巨变，他已然意识到了什么，不认得，而且我也从来没有给你写过信函。牛鼻子老道说道。“怎么会这样？是他们在帮我，可他们为何要帮我？”楚风陷入沉思，他觉得牛鼻子不会骗他，他说没给，那就是没给，那也就是说是张英雄的师尊告知了楚风进入卧龙武宗阵法的位置以及破阵的方法，可他们非亲非故，为何要帮楚风呢？看来是有人借我之名帮你进入了卧龙武宗。牛鼻子老道也是反应过来，好像是这样的，只是不知他们为何帮我。楚风说道：“这种事情以后遇到他们自然可知答案，不过那也要能够活下去才行。卧龙武宗的实力倒是不俗，若是能请来他们帮忙，也许真的能够解决眼前困境。只是楚风，你有这个面子吗？他们会帮忙吗？”牛鼻子老道对楚风问道。“我不知道，只是师尊，我们都被困在这里了，就算想去试试，也没机会啊。”楚风说道。“谁说没机会？别人我管不了，但是你的话，应该可以逃出去。”牛鼻子老道说道。“我可以逃出去？师尊，您说的是真的？”楚风感觉意外，他已经观察过这牢笼。这牢笼阵法是以至保卫根基，可谓牢不可破。与此同时，道海仙姑、怨神婆婆等人也都是难以置信的看着牛鼻子老道，因为莫说楚风，对于这牢笼，就连他们也同样无能为力。你挖开我的心脏，我会给你提供一道路径，你根据我提供的路径进入我的灵魂，这里面有一道传送符，你取出来。”牛鼻子老道说道。“师尊，这……”楚风有些不愿意，毕竟这可是他的师尊，对自己师尊做这种事，他觉得不妥。少婆婆妈妈，想活命就赶紧！牛鼻子老道不耐烦地催促起来。听闻此话，楚风也不再犹豫，毕竟他本来就不是婆婆妈妈的人。楚风挖开牛鼻子老道心脏，将手放了进去，起初什么都感受不到，但是在牛鼻子老道的催动之下，楚风果然摸索到了一条路径。楚风成功的进入牛鼻子老道灵魂，在牛鼻子老道的配合之下，果然摸到了一张传送符，且顺利的拿了出来。好厉害的传送符，这是用至宝打造而成吧？看到这传送符，怨神婆婆和道海仙姑也是眼前一亮，他们能感受到这传送符的传送之力很强，有眼光，这的确是用至宝打造而成。我是为了以防意外，所以在来找司马相图之前就布置好了这传送符，只是奈何我还是低估了他，未能顺利逃脱。现在就算想逃也逃不掉了，因为他这牢笼可不简单。但是楚风，你是小辈，且你精神力够强，你若催动这传送符，是可以逃离此处的。话到此处，楚风还分别看向了王玉贤和笑笑公主两个丫头。不是我偏心，这传送符虽能帮楚风逃离，但未必能帮你们逃离。不是老夫看不起你们，但若没有强大的精神力支撑，就算逃离了这牢笼，也可能会被牢笼的结界撕成粉碎。因此这个机会就只能给我这个弟子了。牛鼻子老道说道。前辈，其实您不用与我们解释的。王玉贤与笑笑公主同时说道。而与此同时，楚风则是在认真观察，是在分析这传送符的可行性，好像真的可行。只是师尊，我逃离之后，若是司马相图找我，可如何是好？一番观察后，楚风喜出望外，可同时却也担心，是担心自己逃离之后，司马相图恼羞成怒，从而刁难牛鼻子老道他们。这你就不用管了，反正已经这个样子了，在他开始炼制之前，我们都不会死便是了。楚风，你记住，若能找到帮手，便回来救我们；若找不到，便不要回来。君子报仇，10年不晚。待你日后修为增进，再帮我们报仇，总比就这样全军覆没的强。迟则生变，赶紧走吧。牛鼻子老道说道。对，楚风，你赶紧走，就听你师尊的。与此同时，怨神婆婆等人也对楚风催促道。师尊，前辈，乐乐，你们在这里等我，我一定会搬来救兵。楚风手握传送符，对着众人施以一礼，随后他便催动传送符。下一刻，楚风周身一阵变化，直接进入了传送隧道。当从传送隧道走出之后，他便已是离开了九魂圣族的掌控范围，并且在他所在的位置刚好就有一个远古传送阵。楚风没有犹豫，直接踏入了那传送阵之中。且踏入之前，楚风的手中便拿出了一块令牌，那是之前离开卧龙武宗时段柳峰交给楚风的令牌。有着这个令牌在，无论在任何地方，只要进入传送阵之中，再催动这令牌，就可开启前往卧龙武宗的传送阵，可以直接前往卧龙武宗。楚风眼下能够求救的，除了圣谷，就只有卧龙武宗了。圣谷那边，圣光白眉他们已经去求助了，若是真的能够帮忙，不用楚风去找，他们也会主动来九魂圣族这里讨伐。所以楚风决定，他去卧龙武宗求助。江空平所占据的宫殿内，一座寝殿分给了江元泰来居住，这其实是江元泰要求的，他要监督江空平，所以连住也要与江空平住在一起。眼下江元泰的寝殿内布置了一座阵法，那是疗伤阵法，是治愈灵魂、减少伤痛的。为了增强阵法力量，江元泰还在其中投入了大量珍贵的草药与圣水，
但也的确使得这阵法的力量变得极强。可哪怕如此强大的阵法，盘坐在其中的江元泰此时状态也并不乐观，他脸色发白，嘴唇发干，紧闭的双眼也是微微颤动，是在承受着某种痛苦。江空平站在旁边，对于这一幕没有丝毫意外。他很清楚，江元泰之所以连续提升2次战力，就是因为服用了丹道仙宗独有的禁药，只要是禁药，必然会有反噬。他这反噬其实已经很轻了。空平，你为何要为那楚风求情？忽然江元泰睁开眼眸，看向了江空平，语气虽然平淡，可却有着几分斥责之意。哥，站在那楚风的立场，其实他没错，此人为了自己亲友，不惧生死，这样的修武者实在少见。其实挺欣赏此人的。江空平虽然面带微笑，可那是怯懦的笑容，他是打心眼里惧怕这位哥哥，欣赏敌人，你怎如此愚蠢？江元泰冷冷地瞪了江空平一眼，语气也是加重了几分。而江空平也是尴尬地笑着，没有解释。元泰少爷，司马相图求见。可就在此时，门外响起一阵声音：“空平，你去见。”江元泰说道。他这个样子，自然不愿意让司马相图见到。江空平也明白，于是也是推门走了出去。没过多久，江空平便跑了回来，脸上带着满满的紧张和不安。空平，发生何事，竟让你如此慌张？江元泰察觉不对，直接从那阵法之中站了起来。哥，我闯下大祸了。江空平说道。那司马相图来禀告之事，与你有关。空平，你先别慌，有什么事你与我说。江元泰说道。是那楚风。司马相图说，不知为何，他明明将楚风关入了牢笼阵法之中，可他刚刚发现牢笼阵法被布置了隔音结界，他想一探究竟，便进入了牢笼阵法，这才发现楚风竟然逃掉了。江空平如实说道。就只是这件事，还以为什么呢？听闻此话，原本已经站起身的江元泰则是不屑一笑，再度坐了下来。空平，一个区区楚风，你担心什么？江元泰反问道。哥，你不是预言道那楚风会阻止我们吗？而他现在逃脱，会不会再回来？江空平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可是听闻此话，江元泰却是放声大笑，笑了好一会之后，这才说声：空平啊，空平，那楚风确实有些本事，可他自身修为太弱了，我若不压制修为，而用真正实力碾死他，就与碾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他最好别再来，若是再来，我会让他生不如死，谁求情都没用，包括你。江元泰说道。而江空平紧张，其实是害怕江元泰斥责他，毕竟是他求情，江元泰才放过楚风。如若不然，江元泰今日就已经将楚风杀掉了。而既然江元泰都不计较，他也就放宽心了。毕竟他也觉得楚风虽然天赋极佳，可终究修为有限，面对拥有傀儡大军的司马相图以及他们丹道仙宗众多高手，楚风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至于所谓预言，他本就不信。所以江空平将目光看向了远方，心中则是念叨起来：楚风，你千万别回来了。他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他真的欣赏楚风，并且他了解他哥哥，所以他很清楚，倘若楚风再回来，那当真是要丧命的，并且会死得很惨。多日之后，卧龙武宗宗主大殿之内，有着3人，分别是卧龙武宗宗主10大卧龙之首段柳风，以及顺利回到卧龙武宗的楚风。紫菱如今在闭关中，所以不知道楚风回来。但是很幸运的是，楚风最想见的宗主大人还在宗门之内。而就在刚刚，楚风已经将外面的事情经过，以及他想求助的意愿，全部告知了卧龙武宗宗主。眼下，楚风与段柳风都在看着卧龙武宗宗主。毕竟卧龙武宗宗主的决定将关系到九魂太天和众修武者的安危，也关系到楚风师尊以及怨神婆婆等人的安危。说完了，卧龙武宗宗主背对着楚风问道：宗主大人，我不知道您的真正修为，但是丹道仙宗与那司马相图确实难以对付。楚风正要继续讲述，可卧龙武宗宗主却再度开口：谁告诉你我对付不了他们？卧龙武宗宗主问道。听闻此话，楚风则是大喜，他一直不知道卧龙武宗宗主的真正修为，只感觉宗主大人深不可测。可如今丹道仙宗那些人以及司马相图掌控的傀儡大军却实在太强，楚风心中也没底。但既然卧龙武宗宗主都这么说了，那便多半说明卧龙武宗宗主是有这个底气的。可楚风欣喜至极，卧龙武宗宗主却忽然转身看向楚风，目光如极寒之冰。看到卧龙武宗宗主此时那冰冷的目光，楚风脸上的喜悦顿时僵住了。楚风，我是不是对你太宽容了？你身为卧龙武宗弟子，不老实在卧龙武宗内修炼，不为宗门做贡献，而是在外面晃来晃去，我能不除你卧龙武宗弟子之名，已是十分宽容。可你倒好，自己去管外面的闲事不算，居然还妄想让我插手。卧龙武宗宗主怒声斥道，他的表情是真的生气了。而楚风则是双腿下移，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宗主大人，我知道我此举不妥，向您求助完全是弟子的一己私心，可弟子现在真的无能为力，恳请宗主大人相助。只要宗主大人愿意帮助，您要弟子做什么弟子都愿意，您要弟子一辈子待在卧龙武宗，弟子也是愿意。楚风师以跪拜大礼，他很少施以这样的礼节，可他没有办法，他也不想求人，可现在为了牛鼻子等人的安危，他只能如此。你一直留在卧龙武宗有何用？我卧龙武宗离开你便活不下去了，不成？滚吧！我是不会帮你的，不仅我不会帮，我卧龙武宗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帮你。卧龙武宗宗主此话说完，便大袖一挥，御空而起，离开了此处。楚风，赶紧起来吧！见状，段柳风赶忙上前，把楚风搀扶了起来。在他的眼中满是心疼，因为在他看来，楚风此举乃是对的，没有一点的错。而他也知道，楚风此时心中有着多大的压力。你也别急，我再去劝劝宗主。段柳风此话说完，便御空而起，是想去追宗主大人。可离开之前，还是回头看了楚风一眼，在这里等我，我不回来，不许离开。此话说完，段柳风才离开。
之所以这样嘱咐，他是害怕楚风独自一人跑回去，那样的话简直是等于送死。段柳风走后，楚风则是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他非常沮丧，非常无力，同时也非常的恨。他恨不是恨卧龙武宗宗主，而是恨他自己无能。若是他够强大，也不至于救不了自己的师尊，救不了自己的朋友。爹爹！突然，一道奶甜的声音在这空荡的大殿响起，顺声观望，原本沮丧的楚风脸上难得的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只见夭夭不知何时跑到了大殿之内，正躲在柱子后面，探着小脑袋看着楚风。只是夭夭看到楚风，没有了以往的喜悦，反而是一双大眼睛之中有着些许心疼。他竟在心疼楚风。夭夭，你怎么跑进来的？我之前居然没发现。楚风问道。宗主婆婆给了夭夭隐藏气息的宝贝，所以爹爹也发现不到夭夭。夭夭说话间还晃了晃自己的手腕，楚风这才发现夭夭的手腕上有着一个银色的手环，那是一件结界宝物，应该就是那件宝物隐藏了夭夭的气息。来，过来，爹爹抱抱。楚风对着夭夭张开了手臂，而夭夭也终于露出甜美笑容，一蹦一跳的向楚风跑来，最后直接一个跳跃跳到了楚风的怀里。夭夭，怎么样，在这里还习惯吗？楚风关切地问道。不习惯。夭夭摇了摇头。不习惯吗？这里的人待你，不如乐乐姐姐他们待你好吗？楚风问道。可夭夭却再度摇了摇头。其实夭夭在乐乐姐姐与婆婆那里也不习惯，因为夭夭想一直跟着爹爹。夭夭说道。傻丫头，我要做事情啊，你就乖乖在这里，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楚风说道。好，嘿嘿。明明之前还不习惯，可楚风说经常回来看他先前还有些委屈的小脸上又扬起了灿烂的笑容。可能这就是孩子吧，情绪变化就是很快。但很快，夭夭又眨巴着大眼睛看向楚风。爹爹、婆婆和乐乐姐姐他们遇到坏人了吗？夭夭问道。很显然，刚刚楚风与卧龙武宗的对话，夭夭全都听到了。楚风笑了笑，他觉得这些事还是不要与夭夭说。可他刚想安抚夭夭，夭夭却再度开口了。爹爹，你带我走吧，夭夭可以帮忙。夭夭说道。你怎么帮忙啊？等你长大了再说吧。楚风说道。爹爹可别小看夭夭哦，难道爹爹忘记了你是从哪里把夭夭带出来的了吗？夭夭说道。夭夭，你还记得那些事？楚风有些诧异，毕竟那个时候夭夭还未出世，应该没有记忆才对。夭夭不仅记得遇到爹爹之后的事，遇到爹爹之前的事，夭夭也都记得。所以爹爹，你不要怕，你说的那些坏人，修罗界灵君可以对付，而夭夭可以号令修罗界灵君。夭夭一边说着，一边挥动着小拳头，脸上还有着些许得意。夭夭，你说的是真的？听闻此话，楚风也是内心震荡。楚风当然记得夭夭从何而来，那个时候黑煞老魔叫楚风帮他一个忙，伪装成修罗恶灵，进入修罗藏地去帮他偷一个东西。而那修罗藏地关押的乃是无数只强大的恶灵，那些修罗恶灵自称为修罗界灵君，由一个强大的修罗王所统治。而楚风潜入修罗藏地后，在一个名为云良大人的修罗恶灵帮助下，也是成功偷到了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便是后来的夭夭。当时修罗恶灵对还未出生的夭夭的确极为重视，但夭夭具体有何作用，楚风并不清楚，还以为夭夭是个了不得的魔物。楚风知道他将夭夭偷走后，云良大人必然会死，但他不想云良大人白死，于是便询问黑煞老魔为何要让他偷这件东西，此物到底有何用。黑煞老魔不仅没说，还要铲除楚风。还好楚风早有准备，带着夭夭直接逃脱了。逃脱之后，楚风带着王玉贤回到了道海，在道海仙姑的帮助下，才发现那夭夭是个可爱的小孩子。可关于修罗藏地以及修罗恶灵的秘密，楚风是始终不知晓的。但夭夭居然说他是带有记忆的，那也就是说夭夭是知道修罗藏地的秘密的。而最重要的是，夭夭竟然说他可以号令修罗藏的那些恶灵。那些修罗恶灵，楚风见识过，5尊巅峰的恶灵都数不胜数，而那些具有身份的修罗恶灵，实力更是不可估量。尤其那个修罗王给楚风的压迫感极强，远非丹道仙宗的姜太白可比。当时楚风便觉得，若是那些修罗恶灵离开修罗藏的九魂天河，将无人可挡。当时楚风还很害怕，怕那些修罗恶灵离开修罗藏地。可是现在想想，若是夭夭真的可以号令修罗恶灵，那九魂天河的危机当真可解。忽然，楚风身形一纵，带着夭夭离开了这座大殿。楚风害怕卧龙武宗宗主知道此事，会不让楚风带着夭夭离开，所以先离开这里躲起来再说。楚风来到一处觉得安全的地方，且布置了重重阵法之后，才再度看向夭夭。夭夭，你真的能号令那些修罗恶灵？你都知道什么？可否告诉我？楚风问道。他想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当然可以了呀，别人夭夭不愿说，但是爹爹想知道的事，夭夭都要告诉爹爹哟。随后夭夭便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关于自己的具体由来，夭夭说他也不太清楚，他的记忆也是在楚风前往修罗藏地的前一段时间才觉醒的，所以他只知道修罗藏地的恶灵们自称为修罗界灵君，他们被困于修罗藏的之内，他们打造出了夭夭，就是为了摆脱修罗藏的，而夭夭也是具备着帮他们摆脱修罗藏的，且号令修罗界灵君的能力。当日修罗恶灵们以夭夭为中心所举办的仪式，就是为了摆脱修罗藏的，所以那些修罗恶灵们才喊出了那句待到吾辈出关时，必要以血染青天，因为他们被困得太久了，也压抑得太久了。可谁曾想，那仪式还未正式开始，楚风就把夭夭从修罗藏地偷走了，可以说是楚风破坏了修罗恶灵们的仪式。那为何云良大人会帮助黑煞老魔呢？楚风又对夭夭问道。楚风能感觉到云良大人是个好人，他背叛修罗恶灵必然也有着他的道理，这个夭夭不清楚呢。总之爹爹，你带夭夭回修罗藏等吧，夭夭保证有夭夭在，他们不敢伤你爹爹呢。夭夭说道。真是想不到，我堂堂楚风啃不到老，反而要啃小了。
楚风摸了摸夭夭的小脑袋，内心却是狂喜，因为他知道夭夭说的都是真的。于是楚风直接带着夭夭通过卧龙武宗的传送阵，向九魂天河的修罗藏地而去。但楚风不知道的是，他与夭夭刚刚踏入传送阵，一道身影便凭空而现，站在了传送站之外。此人乃是卧龙武宗宗主。他看了一眼那传送阵，便转身向自己的大殿行去。途中，段柳风追了过来：“宗主大人，您再考虑一下吧。我知道你很欣赏楚风的，我也知道。”段柳风是想替楚风说话，希望卧龙武宗宗主帮忙。可他话还未说完，卧龙武宗宗主便伸出手来，示意他不要再多言。你的楚风弟弟已经离开了，并且他会安然无恙的。卧龙武宗宗主说道。听闻此话，段柳风还以为卧龙武宗宗主要帮助楚风，顿时喜笑颜开。宗主大人，我就知道您是刀子嘴豆腐心，您是不会见死不救的。可卧龙武宗宗主却摇了摇头，无需我帮。听闻此话，段柳风微微一愣，可还不待他反应过来，卧龙武宗宗主已经消失不见了，只留下一道声音映入他的耳中：楚风的事你管不了，做好你自己的事情吧。经过一段时间的赶路，楚风带着夭夭再度来到了黑煞老魔的地盘修罗藏地。因为黑煞老魔的实力也是深不可测，所以楚风与夭夭也是隐藏状态，生怕被黑煞老魔发现。但是好在一切非常顺利，楚风很快便来到了修罗藏地的入口处。这里与往日一样，仍然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压迫感，既让楚风向往，又让楚风恐惧。可楚风当初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这修罗藏地内的修罗恶灵们竟会成为他的救命稻草。夭夭，他们真的会听你的吧？楚风再度问道。他知道那些修罗恶灵的可怕与强大，只要进去就没有回头路了，所以还是忍不住再度确定一番。爹爹，别的地方你保护夭夭，但在这修罗藏的，夭夭来保护你。夭夭十分自信地眨了眨眼，那古灵精怪的模样十分可爱。好，那咱们父女俩可就出发了。楚风说话间已是解除了隐藏状态，随后便抱着夭夭顺着修罗藏的入口飞落而下。一路上楚风遇到了几重结界，那结界非常强大，但却不会阻挡楚风，应该是用来阻挡修罗恶灵逃出来的，所以楚风顺利地进入了修罗藏的之内。有闯入者，可刚刚进入修罗藏的便遇到了一对修罗恶灵，他们个个高大无比，身穿铠甲，手握兵刃，且身上皆是散发着武尊的气息。楚风无法感知他们具体的修为，但那武尊的气息的压迫感却很强，不是武尊巅峰，也至少是6品左右的修为。而修罗恶灵们训练有素，只是一声怒喝，立刻便有大量的修罗恶灵赶了过来。原本只是100名修罗恶灵围住了楚风与夭夭，但转眼间便有近1000名修罗恶灵将他们围住，且数量仍在不断增大，那压迫感也是越来越强。如果说一开始出现的修罗恶灵们还没有武尊巅峰的存在，那么此时这近1000名修罗恶灵之中已是有了多位武尊巅峰的恶灵。可哪怕如此，从他们的穿着打扮也能分辨出他们也都只是侍卫而已。由此可以推测，那些修罗恶灵中身居官职的修为至少也都是半神境，并且不是寻常的半神境。闯入者，你说谁是闯入者呢？在被团团包围之下，夭夭则是不爽的开口了。当其开口的同时，其体内也是释放出了磅礴的黑色气焰，那是修罗之力。感受到这股修罗之力，就连楚风也是神色大变，而在场的修罗恶灵们更是纷纷愣住了。夭夭的修为其实非常弱，可是那股修罗之力却是异常强大，尤其对于修罗恶灵而言，更是有着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压迫。这让他们意识到夭夭的身份很不简单，去把你们的修罗王叫过来，就说能带你们离开这里的人回来了。夭夭又说道，别看他是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可态度却十分神气，就宛如他真的是这些修罗恶灵的主人一样。虽然对于夭夭的话半信半疑，可是碍于夭夭强大的戒灵之力，修罗恶灵们也不敢贸然动手，还是有修罗恶灵前去通报。而没过多久，万人组成的修罗大军浩浩荡荡的御空而来，他们的气息个个不凡，远非将楚风围住的这些侍卫可比。为首的那位更是骑着一只由修罗恶灵化作的巨兽，而当他身上的气场更是可以用无与伦比来形容。当他出现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全部俯身跪下，对着虚空狮以跪拜大礼。楚风认得他便是这群修罗恶灵的主人，修罗王。退下！修罗王此话一出，那众修罗恶灵便立刻退散，而他则是坐在巨兽之上，居高临下的打量着夭夭，反复的观察。最终他确定了什么，凌厉的眼眸变得精彩，冰冷的脸上也是露出了一抹笑容。只见其身形一晃，便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竟已是夭夭的身前。明月，真的是你明月，我的好女儿，你回来找父王了。他一把将夭夭抱起，展现出了极度的喜爱。而他的这番话则是令楚风意外，夭夭竟然是他的女儿。什么明月，难听死了，叫我夭夭。然而夭夭却是有些嫌弃，一把将修罗王推开，且从他怀中跳出，来到了楚风身旁，抓住了楚风的手。你是谁？见此一幕，戒灵王将那冷冰冰的目光看向楚风，只是这一眼，楚风便感觉灵魂都快要炸裂，呼吸更是变得困难。那压迫感，楚风从未感受到过，仿佛只是一眼就可以要了楚风的小命。这修罗王强大到超乎想象，不许伤害他，他是我爹爹，你们若敢伤害他，我就立刻自杀，让你们永远无法离开这里。夭夭似乎感受到了楚风所受到的压迫，挥着小拳头对修罗王吼了起来：爹爹，明月，你说什么呢？我才是你的爹爹啊！修罗王说完此话，便再度将愤怒的目光投向楚风。是你拐骗了我的明月，是你欺骗了他。修罗王眼中的怒火喷涌，他是真的动了杀心，他才没骗我呢，我什么都记得，我知道你是我的亲爹爹，可你为了你的所谓大业，牺牲了我娘亲，我不认你。现在在我心里只有他这么一个爹爹，他就是楚风。我告诉你，若不是因为他，我才不会回到这个鬼地方呢。夭夭委屈的说道。
说起此事，应该是勾起了他痛苦的回忆。楚风注意到夭夭的双眼都红润了，泪珠正在他美丽的眼眸之中打转。见状，楚风将夭夭抱在了怀中。楚风明白了，原来夭夭不是不知道他的来历，他早就知道他的身世，只是那段回忆对他而言太过痛苦，所以他并不想要提起。明月，你都记得。听到这里，修罗王的脸上涌现出了一抹惭愧，而看修罗王的反应，楚风也是更加确定，修罗王的确是对夭夭做过不好的事，因此夭夭觉得他是牺牲品，他应该也是不想帮助修罗恶灵的，所以楚风将他带走。他感激楚风，所以宁愿认楚风做爹爹，也不愿意认这位修罗王。如果楚风不是遇到了困难，夭夭应该也不会想回到这个地方才对。我再说一次，我叫夭夭。什么狗屁明月，难听死了！不许再叫，不许再叫！夭夭怒吼起来，奶声奶气的声音，却也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好，夭夭，这是你现在的名字吗？那位父叫你夭夭。夭夭，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你母亲她。夭夭，你要知道，为父是为了我们整个修罗界灵君，希望你能明白父王的一片苦心。修罗王说道。你不用说了，我知道应该怎么做嘛。我回来就是帮助你们离开这里的，但我有一个条件，我帮你们离开这里之后，你要帮助我爹爹去收拾那群坏人。夭夭说道。坏人？你说的坏人是何人？修罗王问道。这位大人，由我来说吧。楚风主动开口，讲述了眼下他需要的帮助，还以为是何事，这对我修罗界灵君而言，小事一桩。修罗王说道。那走吧，现在就出发。夭夭催促道，因为他知道楚风很急，见夭夭如此着急，修罗王也无可奈何，更何况他其实也很希望立刻离开此地，于是便立刻下令通知所有修罗界灵君的高层前往修罗王殿，且下过命令之后，便立刻带着楚风与夭夭向修罗王殿行去。终于，楚风再度来到了那宏伟的修罗王殿。修罗王殿与之前一样，仍会带给楚风巨大的压迫感。随着深入，楚风也再次见到了那3块巨大牌匾，3块牌匾皆是漂浮在虚空之上，它们之巨大，每一块都长达10万米。最左面的那块牌匾是竖向立于半空之上，牌匾最上方写着浴火2字，只是除了浴火2字的下方却是空白着大块，什么都没有写，显然这牌匾是不完整的。不过在这写着浴火的牌匾下方，则是升腾着一大片火海，那火焰十分诡异，火焰乃是黑色，而火焰升腾所发出的声音，宛如亿万猛兽所发出的怒吼，十分恐怖。这片火海有多危险，已是无需多言，若是落入其中，哪怕楚风，怕也是要瞬间便被融化。最右边那块牌匾也是竖立漂浮于半空之上，上面也是刻写着2个大字，这2个大字乃是王台。这牌匾与最左边的一样，牌匾最上方的2个字并没有将牌匾填满，后面还有大片的空缺，同样是不完整的。而这块牌匾下面则是一个巨大的高台，高台十分精致，金光璀璨，似全部由黄金打造而成。金色高台上面刻满了符咒纹路，那符咒纹路与寻常的符咒纹路又有所不同，这符咒纹路很美，就像是画卷一样，可这符咒纹路十分高深，就连楚风也看不懂。与那黑色火海的恐怖相比，这座巨大的高台犹如来自仙境的器物，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物便是王台。当初修罗王以及云良大人，还有修罗恶灵中的诸多强者联手为夭夭布阵，便是在这王台之上完成的。至于中间那块牌匾，则是横向漂浮于空中，但它与左右2块牌匾不同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是横向漂浮，还有就是它整块牌匾上面都是空白的，连一个字都没有。不过中间这块牌匾下方，则是有着一座10000米高塔，高塔顶端有着一张座椅，座椅由无数条龙盘旋而成，十分巧妙且精美，并且威严十足。相比于右边的金色王台，那座椅的神圣之感更为强烈。不过这座椅它却从中间一分为2，由2种颜色和材质打造而成。左边乃是黑色，不仅为黑色，竟然还燃烧着黑色的火焰；而右边乃是金色，光芒璀璨，那分明就是由黑色火海以及金色高台联手打造而成。楚风觉得这王椅应该是修罗王的座椅，只是不知为何会建在这里，他也从来没有见到修罗王坐在上面。当初看到这3块牌匾以及牌匾下方的黑色的火海、威严的座椅以及神圣的王台时，楚风便内心震撼，如今再看，震撼丝毫不减，同时也很好奇这3块牌匾所空缺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字，它空着又有何含义？那是可是很快，楚风目光大变，他看到了一道身影，那个人十分凄惨，被绳索捆绑，悬于半空之上，他虚弱无比，已是将死状态，可偏偏还有着一口气。楚风认得他，此人便是当初帮助楚风将夭夭从这里偷走的云良大人。本来楚风以为云良大人必然要死，不成想他还活着，虽然活着，但显然云良大人也承受了残酷的折磨。大人，可否将云良大人放下？楚风没有盲目去解救，而是看向修罗王，他清楚惩罚云良大人是修罗王的意思，所以想救云良大人就必须得到修罗王的同意。当日他联合你将我的明月偷走，我今日不杀你，完全是看在明月的份上。但是这云良身为我修罗界灵君的一员，却联合外人坏我族大事，此乃叛族大罪，不可饶恕。修罗王至今提起当日之时，也是恨意不减，可见他是不会放过云良大人的。听我爹爹的，赶紧放了那老头。可就在此时，夭夭却是开口了：明月你。修罗王看向夭夭，眼神竟有着几分委屈。我什么？我听不懂话吗？还有，叫我夭夭，我不叫明月。夭夭对其吼道。别看他在楚风面前很乖巧，可在这位强大的修罗王面前，却是一个好脸色都没给过。可是偏偏修罗王对夭夭很没办法，尽管很不情愿，可还是大袖一挥，
使得那被捆绑于虚空之上的云良大人得以解脱。而楚风则是赶忙御空而起，将云良大人接到了怀中。且楚风立刻为云良大人进行疗伤，越是疗伤，楚风越是心疼。他能感觉到云良大人修为被废了，他现在基本等于是一个废人。可楚风分明记得云良大人之前非常的强，而在楚风的治愈下，云良大人也是渐渐恢复了意识。楚风，你怎么会在这？我这是在做梦吗？云良大人显然被折磨许久，已然意识混乱。当他看到楚风，却不相信这是真的。云良大人，这不是梦，是我回来了，我带着你们的公主回来了，你们可以离开这里了。楚风说道。什么？你把她带回来了？你疯了吗？听闻此话，原本虚弱的云良大人却猛然有了力气，竟一把抓住了楚风的衣襟。臭老头，放开我爹爹！见状，夭夭跑到楚风身旁，对云良大人斥责起来。而云良大人则是开始对夭夭不断打量。一番打量之后，他竟热泪盈眶，只是眼中的泪水却是充满悔恨和自责。楚风，你为何负我？你为何负我呀？你这是毁了我修罗界灵君的忠诚，毁了我修罗军的忠诚啊！云良大人痛哭流涕，悲伤欲绝。云良大人，您为何这样说？楚风察觉到了不对，他本来就不解为何云良大人当初会帮黑煞老魔，可现在听到云良大人的话后，他更觉得事情不对。很显然，云良大人背叛修罗恶灵是有着他的理由的。可突然，云良大人身躯一歪，竟陷入了昏迷之中，可能是身体太虚弱，也可能是外力所致，所以楚风下意识的便看向了修罗王。此人乃是叛族之人，他的话你们不必听。修罗王此话说完，便转身看向了身后，而此时他的身后已是集结了数百万修罗恶灵，每一只修罗恶灵都强大无比。眼下这么多汇集在一起，那压迫感简直无可匹敌。看着这样的修罗大军，楚风回想起傀儡大军，简直就像是一群小孩子组成的军队，根本没有可比性。而在修罗界灵军最前方为首的那些，楚风大多也都见过，乃是当日一同为夭夭布阵的强大恶灵们。当日楚风无法确定他们的修为，现在也依然无法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都是半神境，并且不是寻常的半神境，甚至随便一个都比姜太白的压迫感要强得多。此时他们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都落在了夭夭身上，双眼十分炙热，充满了渴望。当然也有少部分人看着楚风，只是那目光却充满了敌意与杀意。楚风觉得若不是夭夭保护，这些人必然会将自己碎尸万段，扒皮抽筋。父王，听闻我妹妹回来了。忽然有一道身影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那是一个青年，他衣着华丽，再加上他对修罗王的称呼，显然他是修罗王的儿子，也是这群修罗界灵军的皇子。只是楚风没有想到，修罗王的年岁明显很大，可是他的儿子居然是一个小辈。明日父王知道你在闭关，可你妹妹回来了，她将带领我们修罗界灵军离开这里，她需要你的帮助。修罗王对这个叫做明日的皇子说道。父王，明日知道我的责任。明日皇子点了点头，随后便来到了楚风与夭夭的身旁。妹妹，欢迎你归来。明日皇子对夭夭说道。谁是你妹妹？可是夭夭却对他展现出了极度的厌烦，且抬头看向修罗王。现在能开始了吗？夭夭显得急不可耐地催促起来。明月，这一次父亲帮不了你，只有你的哥哥能稍微助你一臂之力，但真正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我修罗界灵军能否重见天日，也都靠你了。修罗王对夭夭说道。我知道怎么做，但是你必须要履行你的诺言，不然……哼！夭夭挥了挥拳头，以示威胁。为父会说到做到。修罗王保证道。听闻此话，夭夭便身形一纵，落在了那金色的王台之上。与此同时，那明日皇子也是随之动身，落在了夭夭的身后。他双手交织，随后身上释放出磅礴的结界之力，只是他的结界之力竟然闪烁着点点光华。仔细一看，那光华乃是符咒。显然不仅是夭夭与众不同，这位叫做明日的皇子也是与众不同。在他的催动之下，那闪烁光华的结界之力将夭夭包裹起来，但是夭夭也不理他，而是取出一把刀，直接割开了自己的胳膊，随后俯身蹲下，将手掌按在了王台之上，血液开始自夭夭胳膊流下，最终落入王台之上。那血液刚刚和王台接触，便立刻有了反应，不仅是王台，整个修罗王殿都开始剧烈颤动，而夭夭的血液竟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开始填满王台之上的符咒纹路。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修罗恶灵们皆是变得无比激动，楚风都能够感觉到他们那激动的心情，毕竟他们将要脱困了。可楚风不解的是，为何云良大人不希望他们离开此地？究竟是他们离开此地会滥杀无辜，还是另有缘由？楚风虽然需要修罗恶灵们的帮助，可却也实在忍不住去想这其中的原因。可就在此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明日皇子竟突然一掌轰出，狠狠地拍在了夭夭的身上，强大的力道直接将夭夭轰向了那黑色的火海。那火海内的火焰极其危险，若是落入其中，必死无疑。楚风眼见不妙，本想隔空抓取，可谁曾想根本抓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夭夭跌入那欲火之中。这一刻，楚风也不敢怠慢，身形一纵，随着夭夭便一同跳入了那欲火之中。明日，你在做什么？终于，沉浸在喜悦与激动中的修罗王以及众位修罗恶灵也是反应了过来，但为时已晚。楚风与夭夭已是落入了那恐怖的欲火之中。修罗王暴怒之下，直接落在了王台之上，一把将那明日皇子给抓了起来。父王，您看不懂吗？您的女儿已经成为了那楚风的狗腿子，他认那楚风，但却不认您。若是让他成功，让他来号令我修罗界灵君，那我修罗界灵君与狗有何区别？明日皇子说出了自己对夭夭出手的原因。你说什么呢？那可是你妹妹，她是能带我们离开此处的希望。
修罗王说话间便抬起手来，这一掌若是劈下，明日皇子也是必死无疑。大王，您快看！就在此时，修罗恶灵的高层们也是纷纷动身，来到了高台之上。而经过他们的提醒，修罗王也是看向高台，这才发现王台仍在变化。虽然夭夭不在了，可是夭夭的血液就像是可以无限繁衍一样，仍在高台之上不断增加，正在逐渐填满整个王台。原来只要一滴血就足够了吗？我修罗界灵君有救了，有救了！见此情形，修罗王喜出望外，直接将手中的明日皇子丢了出去。所有人再度将目光汇集在王台之上，他们的脸上再度涌现出了极度的喜悦，再度陷入了那沉醉的激动之中。几乎没有人为夭夭的死亡而感到难过和悲痛。终于，那整个王台都被夭夭的血液填满，王台也绽放起更为神圣的光芒。只是那光芒并未持续多久，便立刻消散了。紧接着，那血液也开始干枯，一切恢复了正常。为何会这样？大王，这是怎么回事？见状，众武灵对修罗王询问起来，而修罗王则是看着这一幕，一言不发。只是他那绝望的神情，便可以看出，显然这个结局不是他们所希望的。忽然，一道虚弱但却充满喜悦的笑声响了起来，原来是云良大人。不知何时，那云良大人醒了过来，且应该是目睹了刚刚的一切。我早就说过了，我们的主人只可能是修罗界灵师，而不可能是我们自己，所以能让我们离开这里的，也只能是一位伟大的修罗界灵师，不可能是我们修罗界灵。你们不信，费尽心机，不择手段，甚至牺牲自己人，也要离开这里。可到头来，结局又如何？的确是有人背叛了，但背叛杀戮大人的不是老夫，而是你们，你们皆是背叛者。云良大人讽刺地大笑着，而此时，包括修罗王在内的所有人都是满面绝望，也没有人去理会云良大人。看来你们终将被困在这里，不过没关系，至少我是可以离开这里的。我的师尊将带我走向这浩瀚修武界的顶端。父王，永别了，我将超越你。见此一幕，那明日皇子忽然笑了，就仿佛这一幕也是他所希望的。随后，他从手中拿出一道传送符，符纸捏碎，竟有一道传送阵法浮现，将其包裹。当传送阵消失那一刻，明日皇子也随之不见了。大王，那是界灵师的手段。明日皇子他何时与界灵师有了联系？见此情形，诸多修罗恶灵对修罗王问道。可修罗王却是面如死灰，根本无心去管这些。修罗王就像是丧失了动力，瘫跪在了王台之上。很快，人们注意到他的眼中竟也有泪水涌动，哭了。这位高高在上、强大无比的修罗王居然哭了。这数万年来，他们还是第一次看到他们的修罗王流下泪水。杀戮大人，不是我要背叛于您，我们一直在等着您所说的界灵师来接我们，可已经等了数万年了，我们始终等不到您说的那位。不是我们不忠，而是您欺骗了我们，是您抛弃了我们。就算我们再没用，也不该一直将我们囚禁于此啊！我们不甘囚禁于此，自己寻找离开的方法也不行吗？我们对您忠心耿耿，为何要如此待我们啊？修罗王痛哭流涕，声音之中充斥着不甘，同时也充斥着委屈。这一刻，在场的修罗恶灵们就像是也被勾起了伤心的往事。这些强大无比的修罗界灵君竟同时哭了起来。看到这一幕，就连云良大人也是眼含热泪。可突然之间，这整个修罗王殿再度剧烈的颤动了起来。这一幕让原本陷入绝望的修罗界灵君们也是变得警觉。仪式已经结束，这修罗王殿本不该有反应了才对。大王，这是怎么回事？哪怕诸位强大的修罗恶灵们也不知道眼下的局面，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修罗王，而修罗王则是将目光死死地盯着那片由黑色火焰组成的浴火。这一刻，人们才注意到那浴火滚滚翻腾，比平日里翻腾的剧烈了不知多少倍。人在观王台与王椅则是没有任何反应。显然，这一次让修罗王殿引发如此动静的乃是那浴火。可是这浴火乃是毁灭之地，哪怕他们修罗恶灵落入其中，也立刻会被焚烧殆尽。浴火在他们眼中也是可怕的象征。眼下浴火有了动静，难道说是杀戮大人要惩罚他们了吗？于是修罗界灵君们也慌了，哪怕是那些强大的恶灵们也同样慌了。突然，翻腾的浴火中，一团浴火冲天起，随后竟径直地冲向了王椅。刹那间，高高在上的王椅被黑色的浴火所吞没。只是才刚刚吞没王椅，那团浴火便如岩浆一般从王椅之上脱落，伴随浴火的不断脱落，两道身影也是自那团浴火之中逐渐浮现。那竟是楚风与夭夭。楚风刚好坐在王椅之上，而夭夭则是被他抱在怀中，他们皆是安然无恙，根本没有一丝受伤的样子。但是相比于夭夭，楚风的身体还出现了极大的变化，他浑身缠绕着黑色气焰，眼中也是涌动着黑色光芒。明明五官没有变化，可气质却是全然不同。此时的他已经不像是人类，更像是一代魔王，因为他身上的气息乃是修罗之力，但那股修罗之力不同寻常，竟让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都发自内心的感到敬畏，哪怕修罗王也是如此。为何会如此？修罗王以及众位修罗恶灵凝视着这一切，却是满面震惊，十分不解。他们不解为何楚风与夭夭能从浴火之中安然脱困，但更加不解为何楚风身上会释放出连他们都感到敬畏的气息，就仿佛楚风不再是人类，而是他们的主人一般。大王，您快看，那是怎么回事？在众修罗恶灵不解之际，其中一位修罗恶灵颤抖地指向了牌匾，震惊的表情布满其全脸，但张大的嘴巴却是连话都说不出来。而顺势观望，在场的所有修罗恶灵，包括修罗王，都是呈现出了与那位一样的表情，那是极度的震惊。原来3块牌匾空缺处竟然开始有字迹浮现，并且越来越清晰，而那牌匾的字迹更是震颤着众修罗的内心。浴火牌匾的字迹位
浴火重生出关日，王牌牌匾的字迹为统领修罗封王石。与此同时，王椅上方那空缺的牌匾之上，也是有字迹依次浮现：封王者，楚封是也。